买投影机什么最贵？空间最贵。家庭电影院很多都是长焦投影机，最先要求的就是投放距离，房间深度不够，你的画面就大不起来啦。X300G 这台最强的地方就是 0.69 超短投射比，属于短焦投影机，室内空间不用大也可以轻松驾驭，最适合到处搬家、居无定所、狡兔三窟的无壳瓜牛租屋族，大画面轻松带着走。BenQ X300G 绝对是体积最小的 0.6 DND 晶片 4K 短焦游戏投影机，没有之一。游戏宅追求的高解析度、高刷新率，最大重点20毫秒以内的超低输入延迟完全过关。再来一点 0.69 超低投射比，100寸超大画面只需要短短 1.5公尺就能拥有，这可是长焦剧院投影机给不起的规格。X300G 小小一台，加上这颗变压器也不过 3.5公斤，不会很重，威力很猛。正面黑色面板一圈局限，里面大大一颗投影镜头，没有防尘盖。旁边一颗对焦用的 ToF 感测器和红外线感测器，浮雕的 BenQ logo 在下面。底部有一根可调整底架，后面2块不能调整的脚垫，一个低音辐射单体，中间一孔锁脚架用的3/4螺丝锁孔。机身一侧有超大进气孔和一颗8瓦扬声器，没有其他按钮。另一侧有 I/O 接口和出风口，也塞了一颗8瓦扬声器，底下一个电源输入孔。I/O 部分一个读档和韧体升级的 USB-A， 一孔 4K60 的 HDMI 2.1， 一孔支援供电 DP Auto Mode 协定的 USB-C， 用来插手机和电脑。就连 Nintendo Switch 也能透过这孔直接输出画面和声音，不用再透过任天堂充电底座。翻到背面，中间一排散热孔，两侧有游戏模式专用的 LED 橘灯灯效，用合附配件就能卸下背后饰板，里面就是 BenQ QS02 Android TV 电视棒的专属位置，一条供电用的公头 Micro USB 跟公头的 4K60 Mini HDMI。上方顶部有一颗 BenQ 电玩 logo， 中间一颗可以上下左右摇动和按压的5下蘑菇头。旁边有选单、输入切换、返回跟附带 LED 灯号的电源开关。按下开机，大约10秒就会跑出 BenQ logo。LED 的好处就是不用热机，只要一开机，亮度就能直接到位。总共43秒开机完成，进入系统画面。关机也不用等，给它20秒就好，不像灯泡机还要散热1分钟后才能拔电。体积小小的机身，使用 DLP 投影技术和3 LED 光源，还塞一颗 0.6 寸 DMD 晶片，抖4次来达到 4K 解析度，画质超棒、超清晰。不使用色轮看不到彩虹效应。虽然2000 ASI 数值不高，但是投影机距离布幕可以拉得非常近啊，肉眼观察还是很亮。放个小夜灯还 OK。最低投射比 0.69， 属于短焦投影机，而且是真的很短，超适合小房间使用。最近的可对焦距离大概56公分，可以投个超高亮度的37寸，这够棒了吧？换成长焦投影机，同样距离你只能投出20寸小不拉几的小画面。把距离拉远，推到 2.3公尺，投个150寸，轻轻松松，还不用怕被空间限制。如果是长焦投影机，同样投放150寸，你要推到 4.5公尺，投影距离多1倍，房价不止高1倍。镜头缩放是靠系统软体来控制投影镜头，做到真正的前进后退。光学调整就不会有数位缩放的画质减损问题。常态开到 1.2 倍，就能随时保持最短距离投放最大尺寸。声音部分，就算切到 X300G 相对最准的 Cinema 模式，预设的发射误差还是很大。校正前色域涵盖只有 92% Rec 709，白边误差值高达流塔1等于 6.8， 色温偏蓝偏冷，色准误差值飙到流塔1等于 4.87， 实在不准。我们自行校正后 ，Rec 709色域直接拉到 96%， 白边误差值大幅下降到流塔1等于 0.7， 神机水准。色彩误差值低到流塔1等于 0.64， 出厂预设不甚理想，后天校正大幅加强。也正常啦 ，X 系列属于游戏定位，就不甩 D65 好莱坞标准，而且游戏产业不像电影有统一的后置标准，理所当然 ，X300G 色彩管理就走放飞路线啦。没人顾，那我来顾。
这台色彩管理设定超级完整，你都花到5万块了，不把握机会校正一下，暴殄天物啊！你可以把机器寄过来给我，校正后再寄回去。你的 X300G 就是一台可以臭打游戏又可以爽看电影的 4K 投影机。我们实测100寸全黑全白 FOFO 静态对比度只有364:1，数值普通。毕竟距离够近，暗部撑不下去也是正常的。不过校正后再加个普通的洗白布幕，肉眼看起来其实还不错哦。LED 光源亮度有到2000 ASI 流明，数值普通，肉眼看起来呢非常亮。建议直接常驻在最高亮度的一般模式。LED 寿命呢也不像灯泡那么容易夭折嘛。散热风扇稍微有点噪音，坐在旁边稍微有感，但是游戏和电影声音吹下去就几乎察觉不到了。X300G 的背后也插了这一支最新的 BenQ QS02 电视棒，靠这支就能跑正规 Android TV 11和正版 Netflix 4K HDR 规格。Android 手机和 Chromecast 呢也 OK， 任何装置都能投放都没问题。不过也就是这一支在耍笨啊，没办法依照影视规格自动切换 SDR 和 HDR。这不是什么致命缺点，就是要另外手动调整，很烦而已。那随机附上呢，这一支遥控器不支援蓝牙，有支援按键背光和麦克风，圆圆润润一支，好按也好舔。这一支遥控器可以同时操作 Android TV 系统和投影机选单，再加一副 DLP 主动式 3D 眼镜，就是一台 3D 4K 投影机。这台投影机最强的就是自动对焦速度超级快，就连水平、垂直、倾斜到任何角度都可以秒动秒校正，随便一摆，脚架一放，立刻开电玩趴，这好用程度不是盖的。影音规格的动态范围只有基本的 HDR10 和 HLG， 不支援次世代的 HDR10 Plus 和 Dolby Vision， 和高阶剧院投影机支援度呢还是有差。推荐以下模式大公开，点盏明灯。看 SDR 影片就选 Cinema 模式，加开一般亮度，如此一来画面够亮，对比够高。如果你看的是 HDR 或 HLG 影片，就切到 HDR10， 加开动态亮度，系统就有 BenQ 自家 HDR Pro 技术加持，对比也会更加强。PQ 映射够好 ，HDR 画面不会过曝过暗，表现很棒。前提是投影机记得要先校正，你就可以同时拥有高亮度和高色准。X300G 不愧是打 game 神机，不同的游戏类型还有不同调性的影像模式。这里我建议玩什么游戏就开什么模式吧，反正重点就是你玩 SDR 游戏开一般亮度 ，HDR 游戏就开动态亮度。肤色验证环节，出厂色温偏冷偏蓝，女演员的肤色就比较白皙，色彩校正之后会更红润、更香、更可爱。这边就请参考我的主观心得，实际拍摄的画面参考就好。扬声器部分竟然只靠2颗 Trivolo 调教的8瓦全音域扬声器，再加上1颗气动悬浮被动单元，小小16瓦 2.0 声道呢，实在很猛。玩游戏和看电影音量也大，小房间完全够用。编码只到 Dolby Audio， 不支援 Dolby Atmos 和 DTS:X， 也可以关掉萤幕只出声音。机身为一孔 HDMI， 还支援 ERC，BenQ 叫做 Audio Return Plus， 记得把音讯输出格式设定成 RAW Plus， 照理说就能传输杜比加无损编码啦。不过因为这台 X300G 接了声霸，就没办法外接其他 HDMI 装置，也就没办法测试无损音效传输能力。那如果透过 DP Type-C 接孔，最高也是解除 Dolby Digital Plus 而已，没办法让声霸扩大机点灯 Dolby Atmos 音效。内建串流支援度 X300G 搭配内建 QS02 电视棒，不管是内建扬声器还是输出扩大机，再看 Netflix、Disney Plus、My Video， 最高就是 4K HDR10 加上 Dolby Digital 5.1 环绕。换成 Apple TV Plus 和 Prime Video 也是一样 ，4K HDR10 影视规格 ，YouTube 能跑到 4K 60 HDR， 那音效都一样，最高 Dolby Digital 5.1。接上一个 Series 看一下游戏机能，最高能够输出 4K 60 HDR 和 2K 120 HDR。视讯模式里面支援422，还有自动 HDR， 没办法勾 VR 和 Dolby Vision。
影片逼真度在 4K60， 解析度支援最高4448 bit。索尼的 PlayStation 5能跑到 4K60 HDR、2K 120，还有 1080p 120解析度帧率。电竞机能支援 ALN 和422色深，一样不支援 VR 可变更新率。色彩格式和 Xbox 一样，最高有到4448 bit。音讯格式支援 Dolby Audio， 需要先接扩大机再接投影机，或是插一个 HD Fury 分接 ERC 才可能解出 PS5 的 Dolby Atmos 全景声音效。Windows PC 支援度，两大显卡都能吃到 4K60、2K 120、1080、240 Hz， 全部解析度帧率都支援 HDR10 显示规格。VR 这边呢，3家都不支援。接上 AMD 显卡之后，色彩格式最高可以到 RGB 8 bit，NVIDIA 显卡最高也是 RGB 8 bit 全范围。再拿 Mac Mini M2 Pro 做 macOS 支援验证，解析度帧率最高 4K60 HDR。同样不支援 VR 可变更新率，色彩格式最高4448 bit， 有 High DPI 功能，休眠唤醒也 OK， 帮你验证过啦，没有 bug。X300G 的反应时间比照 DLP 投影机只有 0.1 毫秒，非常及时。玩 Game 最重要的输入延迟，这台实测 4K60 达到 16.7 毫秒，其他解析度帧率官方也有实测数据，小于20毫秒给它过关。用这台玩游戏不会有手把不同步的延迟问题。追加测试 USB-C DP 接口，影音输出规格和 HDMI 相同，而且直接内建任天堂基座晶片，不需要充电底座 ，Switch 也可以直接插 C 孔输出 1080p 解析度。这里记得加开 4K 升级这个选项，也就是解析度 4K 升频啊，画面更细更有感。当然要外接 iPhone 15打手游追剧也是可以咯。再来，玩家要的作弊十字瞄准线也有2种样式可以选择，甚至微调准心位置，还有3种强弱程度的暗部细节可以强化画面。X300G 就是为了游戏而生。都2023年尾了，满屏关 HDMI 2.1 还没有实装进到投影机啊！听说那是2025的事情，还有2年时间。那这边复习一下游戏专用投影机的几个重点：解析度帧率接上 Xbox 和 PS5， 少说也要能到 2K 120 Hz， 换接 PC 最高要能飙到 1080p 240 Hz， 解析度帧率的高跟低，肉眼非常有感。再来就是最大关键，输入延迟，也就是游戏手把的按键和画面反应之间的延迟时间。记住啊，游戏投影机的输入延迟不能超过20毫秒，不然高延迟会毁掉整个游戏体验。再说个 BenQ 独家的 Setting Exchange， 就是游戏画面的好棒棒设定啊。BenQ 找了一票电竞玩家，去为了一些3A 大作量身打造专属的影像设定档，放进去就能直接套用，概念不错啦。那最后呢，说几个缺点。第一个是预设出厂色准太歪，记得校正。第二个不支援 VR 可变更新率，虽然我从来没看过投影机游戏画面撕裂，不过有点灯还是比较爽。第三个 HDMI 只有1孔，游戏机全制霸的我不太够用。第四个电源供应器太大颗，也没有内建电池，带出门呢记得找电插。但是说回来，这台画面校正后还是很猛，亮度不算高，但是多亏了它是短焦投影机，2000 ASI 还是很够用，而且 HDR PQ 曲线很厉害 ，HDR 画面可以给过。跟前一台 W4000i 旗舰剧院机比起来，通透感少了一点 ，HDR 支援度缺了一点，亮度低了一点，出厂也没有逐台校色，这就是3万块的差距啦。这台没有会员专属好棒的设定，该推荐的模式也都大公开了。听说这支影片还是全球首发，到时候说不定我们脸书社团也能首卖一波啦。我不是电器行老板，我是科技狗医生，这是 BenQ 游戏小光炮 X300G，拜拜。